中美的金牌再度拉平，刚好40金对40金。中美之间，一个是在慢慢衰退中的大国，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那衰退中的大国，他不愿意面对，所以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压制嘛。就今天，美国要赢大陆是不可能的，那大陆呢要压制美国是不会发生的。20年后呢，压制当然越来越困难。那赢美国呢，距离越来越接近。美国现在是不能接受太平洋足够容下中美2个国家，太平洋是我的，容不下你跟我。他不只要太平洋还要大西洋，还有印度洋。所以这种政治格局不会变，但是大打一仗的格局也不会发生。中美之间开始露出一点曙光了哈。最近大熊猫就到了美国去了。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就强调说，希望大家关心像大熊猫一样的关心中美议题。拜登退选之后，似乎中美的交锋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啊，连民进党对于两岸的态度似乎也没之前那么激烈了。这仍然代表竞争之外没有全面的角力，因为两边美国经不起角力，中国不想角力，所以等于说熊猫是那一张维持和平的脸皮。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美的金牌数量，美国跟法国的女篮队呢，最终分出了胜负啊。美国1分险胜，最终呢，这个篮球呢，男篮跟女篮都以金牌作收，拿下这2面金牌，意味着中美的金牌再度拉平。尤其是这一枚女篮金牌对美国实在太重要了，已经彻底拉平，刚好40金对40金。可是在于总奖牌数的方面呢，美国就领先中国不少啊，但是看起来差距没有以前那么大。当然，今年有个最大变数是俄罗斯被禁止参赛啊，因为当年呢，美苏冷战最高峰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也是每一次的奥运就真的你死我活啊。那中美这是金牌平手，总牌数当然美国胜利啊，似乎也反映出目前的一个竞争态势啊。中国是个新串起的强权，那在很多地方领域已经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赢过美国。但是整体的厚度跟实力的厚质的程度的话，还是美国比较强啊。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看，西方社会必须要接受东方的崛起。假如西方社会不愿意接受东方的崛起，会有很多有趣的阿 Q 的情况会产生。0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大概是今年以外在金牌数赢过美国。假如这一次中国的金牌数赢了美国那美国一定不高兴。而且会另外讲，不对，我们的总牌数赢你的，真正第一名是我。这个已经在几个世界锦标赛发生过了。那不管了，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在最后要征求自己的最后一份面子的时候总是用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解释问题。不过呢，也别忘了，在人类的历史里，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这一种排斥的、那不能接受成功的事实的例子。对，就以当时希特勒办的世运会就把黑人排除。中国居然拿了金牌中的金牌的100自由式的冠军。对，我靠，这简直不能忍受，相当于田径的短跑。这对美国是莫大挑战的。那挑战这个结果就用什么来搞鬼？就用药检来搞你的鬼。大家呢就看看今天中美的竞争也一样的道理。美国用尽各种办法压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等中国科技发展出来，现在又有另外的讲法华为要靠着中国政府支持才活得下去的。退一万步讲，中国政府不支持，那中国政府才抓起来打屁股呢。这是我们讲，我从来没有看衰美国，我永远只是说美国正在往衰落的路上在走。今天中国大陆跟美国还是有距离，但是中国是在往上升的路上走。最近大熊猫就到了美国去了，那据说呢是21年算是最大的一个突破了。那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还提到说，中美交流是不止步美国加州圣地牙哥动物园首次展示新的大熊猫呢，云川跟新宝。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就强调说，2只大熊猫来到，传递了明确重要信号，及两国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不会止步，希望大家关心像大熊猫一样的关心中美议题看起来是不是中美之间开始露出一点曙光了看起来比较和缓那这一切的变化我觉得很有趣拜登退选之后，似乎中美的交锋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连民进党对于两岸的态度似乎也没之前那么激烈了。中美之间基本上竞争的大格局不会变，因为一个是在慢慢衰退中的大国，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那衰退中的大国他不愿意面对，所以他
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压制嘛。你觉得今天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压制有放缓吗？是没有放缓，所以这个竞争的格局是不会变。中国大陆为什么不断的在海空军的实力不断的去增强？那增强的目的，假如只对日本啊、越南啊、菲律宾、邻国这几个国家绰绰有余，他绰绰有余嘛。那他这些的美国也清楚是针对了美国，不让美国能够继续在西太平洋上行东西右南北，不能让美国把台海当内海，把南海当内海，这毕竟是我国家领域之间的近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竞争的格局不会变。但是呢，会不会竞争到两边大打一仗？有没有？这个也不会发生。假如当年的美国跟苏联呢，不会发生战争啊，不会发生代理人的战争，那一样的道理，今天的中美也不会打一仗，因为两边都打不起。这个讲难听一点，这一点中国还比美国聪明多了。美国去弄了几千颗的弹道核弹头，有没有？平常讲300颗跟1000颗有差别吗？就核威者来说，差别不是那么大，没有差别了，什么没有那么大？300颗一样可以摧毁你啊！我干嘛去准备3000颗？因为那多出来2000多颗是军工产业要的利润，所以双方都拥有足够的威吓的武力。我今天这样讲，再讲10年、20年后，就今天美国啊要赢大陆是不可能的，那大陆呢要压制美国是不会发生的。就今天20年后呢，压制当然越来越困难，那赢美国呢距离越来越接近，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嘛。所以竞争的格局不会变，一直到有一天大家认为一球两制，太平洋这么大，足够容下中美两个国家，这个美国愿意接受，美国现在是不能接受的。太平洋那么大是我的，怎么是容不下你跟我？只有我。他不只要太平洋啊，还要大西洋，还有印度洋。所以这种竞争格局不会变，但是呢，大打一仗的格局有没有也不会发生。就美国的智库也是开始放了一些新弃台论的话，就是说台湾对美国没有那么重要。他说当中美建交的时候，台湾那一段局面是被放弃在旁边的，那个时候你的第一岛链没有台湾一样可以称霸世界啊。那反而呢，我们没有能力去捍卫台湾，去付出的代价更大，而改变不了在太平洋中国大陆慢慢蔓延到第一岛链的事实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只有一件事嘛，武装台湾，让大陆哪一天要对台湾动手，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好好的借这个机会有没有削弱它的力道？乌克兰模式借这个机会来压制中国大陆，我们所能做的是这样子，牺牲你台湾来压制中国呢。当你从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跟角度一个大格局来看的时候，不要说送熊猫了，将来送个眼镜猴也都没有问题，因为基本上这仍然代表竞争之外啊，没有全面的决裂。因为两边呢，讲难听一点，至少美国经不起决裂，中国不想决裂，所以等于说熊猫是那一张皮咯，对，那一张维持和平的脸皮。就应该这样讲了，就代表了我们不决裂的一个态度了。所以其实就这个熊猫，它其实没有改变中美现在外交的一个本质状况，没有，但是它有一个维持住中美的和缓，表面上的和谐。所以你可以看，美国是在厉害的部分在压制中国嘛，但是该要赚的利益，它1毛钱也不会放弃。就这么简单嘛，他在必要的时候用台湾来牺牲嘛，那该下场的时候自己会考量嘛，这就是美国，这是大国的博弈的思维，所以台湾千万不要自己看公啊，自己跳下场，然后变成乌克兰第二。